眼前的狗妈妈全副武装，肚子上安了许多个奶嘴，这是害怕有人偷奶喝吗？主人告诉我们，这是为了保护狗狗的安全。狗妈妈名叫奥斯卡，别看她满脸的皱纹，其实她现在才2岁不到。奥斯卡突然紧张起来，原来是5只讨债的来了。就在2个月前，奥斯卡生下5只小奶狗。别看小奶狗的年纪小，但它们的皱纹比妈妈还要深，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而且小狗们还特别的皮，不是翻东西就是在翻东西的路上。生下宝宝后，奥斯卡就特别辛苦，5只狗仔整天追着它要奶喝，所以奥斯卡的压力非常大，身体都快被孩子们掏空了。不过这还不是最可怕的，随着孩子们越长越大，他们吃奶的动作也越来越暴力，哪怕主人赶过来想要阻止，都拉不开这群贪婪的小宝宝。有时候奶水不够吃，他们甚至会咬妈妈的尾巴。主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才把奥斯卡给解围出来。可孩子们并没打算放弃，马上又围了上来。主人说奥斯卡身上都是伤，这全是小狗锋利的牙齿造成的。作为妈妈，奥斯卡想给孩子喂奶，但每次都会被小狗咬伤，气得他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了。可总不能饿着小奶狗啊！一盆狗粮用不了2分钟就被5只恶魔给瓜分掉了。为了帮奥斯卡减轻压力，主人在他喂奶的地方抹上柠檬，但很快就被现实打脸了。小狗们不但没有被酸到，反而吃得更加起劲了。这难道是添加了柠檬味的酸奶吗？小狗们对这味道爱不释手。主人被这一幕整懵了，小奶狗不但不嫌弃，似乎还爱上了这个味道。眼看着奥斯卡越来越消瘦，于是狗妈妈只好开始躲着它们。可小奶狗哪里肯放弃，嘴里骂骂咧咧的找妈妈要奶喝，有的甚至还凑上去咬妈妈，似乎在质疑为什么不下来喂奶。这可把奥斯卡愁坏了，难怪2岁大的他长了张80岁的脸。兽医告诉主人必须帮小狗们断奶了，如果再让它们这样吸食下去，奥斯卡很快就会被它们吸干。再加上小奶狗如此暴力的吸食，这样下去会损害奥斯卡的健康。如果一直吸食母乳，更不利于小奶狗的成长。于是主人把奥斯卡带走，然后把小狗们暂时隔离开来。这可把小奶狗们急疯了，心里想的全是心心念念的柠檬酸奶。当狗妈妈再回到家里时，她的肚子上加装了很多奶嘴。女主说这样可以保护奥斯卡，还能让小奶狗们磨牙。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凑了上去，就是这独特的造型把他们整懵了，撕咬了半天也没喝到一口奶水。果然兽医的方法很奏效，小奶狗站在妈妈周围一脸的落寞，似乎还在怀念柠檬酸奶的味道。最后小奶狗终于断奶成功，就是不知道奥斯卡的皱纹会不会减少几分呢？眼前这只水獭正在生宝宝，剧烈的疼痛把它折磨得满头大汗，可丈夫却像老六似的在一旁嗑着瓜子，完全不顾妻子的感受。气不过的水獭妈妈直接把丈夫喊了过来，冲着对方就是一通乱骂，不知道替我分担也就算了，你还在一边嗑瓜子。自知理亏的丈夫连忙逃离了现场。小水獭扭头看向主人，心想着自己怎么遇见这么个老六。待产的水獭名叫小五，此时的他坐立不安，腹部传来的疼痛让小五翻来覆去，甚至不受控制的咬手。第一次生产的他显得焦躁不安，不停翻滚着身体试图缓解疼痛。突然小五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看样子已经到了临产的时候。听到叫声的丈夫急忙跑过来趴在一旁，或许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丈夫老六也开始紧张起来。主人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安慰他小五会顺利生下宝宝的。得知自己也帮不上忙，于是他只好默默地守在旁边。然而老六始终是老六，还没2分钟的时间，这家伙居然打起了呼噜。另一边的小五用力抓住栏杆开始分娩。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第一个宝宝终于平安出生了。初次体会到作为母亲的小五也很开心，她仔细地帮宝宝清理卫生。这时刚睡醒的丈夫马上凑了过来，看见母子平安的他很是高兴。经历过分娩后的小五已经疲惫不堪，没多久就进入了梦乡。可不一会他又开始在地上来回翻滚，看来这是要生2胎的节奏啊。在水獭妈妈的努力下，第2个宝宝也顺利降生了。此时的小五开心极了，他捞起一只宝宝又亲又抱，或许只有当妈的才能体会他此时的喜悦吧。但很快小五就察觉到了不对，自己的另一个孩子哪去了？转身一看，才发现小水獭差点被压扁。心疼坏了的水獭妈妈连忙上前检查，赶紧把2个孩子都挪到自己面前，生怕一个不注意就把孩子给弄丢了。此时的小五完全沉浸在当妈的喜悦中。几天后，小水獭长大了一些，萌萌的样子像只小老鼠。本以为小五会悉心的照顾宝宝，但他的行为却把主人给看傻了。只见水獭妈妈在笼外不停扒拉着宝宝，好不容易将宝宝弄出来后，他又转身将小水獭叼回了笼内。原来水獭妈妈是在偷自己的孩子，还真是一孕傻3年啊。这边他刚放下宝宝，转身又跑到外面继续去偷，不过偷来偷去家里面却始终只有2只，这可把水獭妈妈搞懵了。2加2怎么还等于2呢？不过就是可怜了小水獭，因为老母亲折腾半天都不知道她偷的是自己的宝宝。看见这一幕的主人也是哭笑不得，甚至怀疑小五得了产后抑郁症。为了保证足够的奶水喂养孩子，主人每天都会给小五额外加餐，而这家伙每天除了吃就是吃，就连哺乳的时间都在补充营养。
很快到了水獭宝宝体检的时间，出生1周的小水獭已经有80多克。此时的他们还没睁开眼睛，总是喜欢到处乱爬。除了每天喂养宝宝，水獭妈妈还喜欢叼着孩子四处转悠。不过这样的方式真的好吗？估计此时地上的那只肯定在想：妈妈，我真的是你亲生的吗？好在经过主人的检查后，2只小水獭并无大碍。最后希望2只小水獭能顺利长大。这匹马为了约会，一气之下竟然学会了开锁。只见它对着门锁咬了几下，调整好缺口的位置，用嘴巴轻轻一顶，门上的锁扣就掉了下来。随后马儿熟练地拉开门栓，10秒不到，马厩的门就顺利被打开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看就是越狱的惯犯。看见这番神奇的操作后，其他马儿也是满脸羡慕，懊悔自己当年读书太少。逃之夭夭的马儿很快便来到了约会地点，在一番卿卿我我后，马儿直奔饲料间开始补充体力。哪成想还没吃上几口就被主人抓了个正着。主人二话不说就将它送回了马棚。马主人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原来马儿名叫奥斯卡，是一匹智商极高的马。刚开始以为是马棚里的门锁坏了，可经过仔细检查，发现门锁和大门并没有锁坏。直到后面才知道这家伙居然是自己开的门。前1秒刚把门关上，后1秒他就立马溜出去。主人告诉我们，奥斯卡每天要跑出去10几次，并且还养成了偷吃饲料的坏习惯。为了阻止奥斯卡再次越狱，主人专门为他定制了一把高级锁。这回看你怎么逃出来。将新锁安装完成后，他还特意试了试牢固程度，接着便自信满满的离开了。发现主人走远后，马儿再次将脑袋探出来准备打开房门，然而这次奥斯卡试了很多遍都没能将门打开。脾气暴躁的他终于忍不住了，摇晃脑袋开始思考开锁的方法。由于新锁结构比较复杂，马儿 CPU 都干烧了，也没想到解锁之法。着急去约会的他开始满地打滚发泄情绪，在爱的魔力下，奥斯卡终于想到了破解的办法。这回他直接将目标对准卡槽，用灵活的嘴巴轻轻一提，就顺利打开了大门。呼吸到自由空气的马儿发出得意的嘶吼，似乎在说：区区雕虫小技也想困住我。逃出马棚的奥斯卡开心的不得了，开始在马场里四处撒欢。主人想上前将他带回马棚，结果奥斯卡的后腿不停飞舞，显然是在警告主人不要靠近。此时的他已经忘乎所以，任何人的面子都不给，说什么也不肯让对方上马。一位骑马高手自信满满的想要驯服他，没想到刚骑上马背，奥斯卡就用行动表示抗议。无奈之下，小哥只好乖乖下马。为了防止有人骑他，这家伙竟然直接躺在地上不起来了。面对行为如此怪异的马儿，主人也是一脸无奈。他不明白为啥这家伙整天想着往外跑，难不成是得了什么大病吗？为了搞清楚状况，主人请来了动物专家。专家找来一些道具，打算测试一下马儿的智商。饲养员将毛巾分别放在2匹马的头顶，结果这2匹马表现得很听话。1分钟后，毛巾依旧没有脱落下来。接着主人将奥斯卡牵了过来，本以为他会和其他马儿一样，结果毛巾刚放上去几秒就被他甩了下来。看来奥斯卡的确和一般的马儿有所不同。随后专家在栏杆前面摆放了食物，再用塑料桶将食物盖住。第1匹马儿见到食物后直接将栏杆撞倒，在专家的几次引导下才勉强吃到了食物。很快第2匹马登场了，虽然他很聪明地绕开了障碍物，可他并没有找到食物，而是跑去向一旁的工作人员求助。等到奥斯卡出场后，他毫不犹豫地绕过了栏杆，掀开塑料桶直接大口吃了起来，全程用时仅6秒的时间。令人意外的是，他居然连下面的残渣都找了出来。专家说有些人具备一些特殊的能力，其实动物也一样，他并不是生病，而是智商太高了。他猜测这匹马总是千方百计的逃跑，肯定是带有什么目的性。在专家的建议下，主人假装让奥斯卡逃脱，然后悄悄地跟在后面，看看他究竟要跑去哪里。在狂飙了几公里后，奥斯卡最终来到一处草地，搞了半天，原来这家伙是来见女朋友的。主人说他们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一对，不久前小五生病了，于是就将他安置在这里进行治疗。现在终于明白奥斯卡为什么每天不停地开锁想要逃出来，原来他只是为了和女友见面。得知事情的真相后，主人将小五接了回去。从那以后，奥斯卡终于改掉了开锁的坏习惯，现在他们又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看见这对马儿每天秀着恩爱，主人表示他又开始相信爱情了。流浪狗妈带着4只小奶狗，大摇大摆地找上了眼前这只公狗。母子几个不仅嚣张地霸占了对方的狗窝，甚至还把公狗赶了出去。看见眼前的场景，委屈的公狗也是满脸无奈，好端端的自己的家就没了，现在还要给人家当看门狗。此时的公狗很是郁闷，他努力回忆着自己接触的每一只母狗，可却始终无法确认对方的身份。难不成自己这是要喜当爹了吗？就这样，狗妈妈带着几只狗仔很自然地住进了狗窝，看这架势完全没有想走的意思，摆明了要住在这里。女主看见这一幕也很奇怪，她表示自己从来没见过这只母狗，看见自家狗子被欺负成这样，于是女主打算上前将它们赶走。没想到狗妈妈还挺会来事儿，第一次见到她就十分热情地打招呼，这让女主顿时就心软了。想到她还带着4只小狗，最后女主决定暂时先收留他们一家。到了中午，女主给狗子们端来食物，4只小狗瞬间把饭盆围得水泄不通，可怜的公狗也被挤了出去。
家被霸占也就算了，这下连饭碗都弄丢了。无奈的狗子舔了舔嘴，只好独自承受了一切。看见这一幕的主人开始有些怀疑，会不会这几只小狗就是小白的孩子呢？女主抱起一只小奶狗，想看看小白是什么反应，没曾想小白一口就把小狗含在了嘴里，差点就咬了上去。由此女主推断它们可能不是小白所生。另外自家的狗子一直都拴在院里，也没办法出去乱搞啊。可邻居们对此却有着不同看法，大家觉得这几只小狗和小白长得几乎如出一辙，况且人家狗妈妈都找上门了，很明显这就是她干的好事。不过女主却始终相信自家的狗狗，她怀疑狗妈妈可能是认错了家门，找错了对象，因为她脖梗处带有项圈，肯定也是有主人的。为了找到狗妈妈真正的主人，女主每天带着它在周围到处转悠，想帮小狗仔们找到真正的爸爸。好在经过多方打听后，女主从一位大妈口中得知，隔壁村也有一只同样的大白狗。于是女主带着狗妈立刻赶了过去，果然在一户人家的门口看见了这只大白狗。女主认为这肯定就是几只小狗的爸爸，结果屋主却说自家的狗狗是个女孩子，不可能是小狗们的父亲。此时女主唯一的幻想也破灭了，难道真是小白干的好事吗？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女主特意找来一位宠物医生，打算让他们做个亲子鉴定。可抽血采样的结果却显示小白就是他们的爸爸。这下女主彻底傻眼了，她怎么也没想到平时老实巴交的狗子居然趁自己不注意跑出去拈花惹草。原来只有女主被蒙在鼓里。不过眼看事实摆在眼前，女主也只好被迫接受了。第二天，阔绰的女主给狗狗们购置了豪华的两室一厅，打算让他们一家在这里安心生活。得知事情暴露的小白索性也不装了，和孩子们亲密的互动起来。至此，流浪的小奶狗终于如愿住上了别墅，小家伙们一个个开心的不得了，尾巴都快摇成了螺旋桨。就这样，小白顺其自然地成为了狗生大赢家。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跨越种族的母爱，你敢相信这只小橘猫是被猫头鹰养大的吗？国外小哥在回家路上偶然看见了神奇的一幕，一只猫头鹰正把一只小橘猫紧紧护在身下，看见有人类靠近后，猫头鹰瞪着一双卡姿兰大眼睛，密切关注着小哥的举动，而小橘猫则是悠闲地躲在猫头鹰的身下。小哥近距离观察，发现这只小橘猫长得白白净净，很难让人相信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居然能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几位附近的小朋友告诉小哥，经常能看见猫头鹰给小猫带回来老鼠，他们之间就像母子一样。小哥忍不住伸手想要抚摸小猫，可猫咪却警惕地缩了回去。看见如此可爱的小猫，他顿时萌生了收养的想法。为了降低对方的防备，小哥先是在旁边摘了一片树叶，然后去附近的商店买来了猫条。他知道要想顺利将小猫带走，必须先要获得猫头鹰妈妈的同意。接着他把食物送到猫头鹰面前，刚开始猫头鹰义正言辞地表示拒绝，可奈何小哥实在热情，最后猫头鹰妈妈还是接受了小哥的见面礼。不过话说，猫头鹰也喜欢吃猫条吗？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显然这只猫头鹰还是懂人情世故的。在得知小哥并没有恶意后，猫头鹰妈妈也默许了小哥的行为。小哥把猫条送到小猫面前，果然不管是猫咪还是猫头鹰都无法拒绝猫条的诱惑。小橘猫吃得很香，而猫头鹰妈妈则是在一旁注视着小哥。见时机成熟，小哥一把捞起小橘猫，将它从树洞里拎了出来。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只小橘猫似乎并不害怕小哥，也不知道是不是猫头鹰和它悄悄说了什么。就在小哥打算离开时，树洞里却再次传来了一声喵叫。难道树洞里还有其他小猫吗？在小哥一番搜寻下，果然在里面又发现了一只小橘猫。此时它正在里面呼呼大睡。从体型上来看，这两只小猫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看样子它们应该是一个母亲所生。原来猫头鹰妈妈同时抚养了两只小猫，真的让人难以置信。看见小哥把两只小橘猫抱走，猫头鹰妈妈并没有反对，或许她明白只有跟着人类小猫们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尽管是流浪在外，但两只小猫看起来都白白净净，十分健康。猫头鹰妈妈真的把它们照顾得很好。为了防止有小猫被遗漏，小哥还特意回树洞里搜寻了一遍，这下终于是没有小猫的身影了。不过在小哥一行人转身时，一只白色的小猫出现在视线里。好家伙，这只猫头鹰到底是收养了几只小猫啊？见到有陌生人靠近，小白猫羞涩地躲回了树洞内。它好奇地打量着小哥，模样可爱极了。小哥本想邀请它一起回家，不料小家伙却扭头钻回了洞里。小哥猜想他肯定是去找猫头鹰妈妈，果不其然，下一秒他出现在了猫头鹰身边。为了让小猫乖乖和自己回家，小哥采取了相同的套路，他先是拿出食物喂给小猫，然后趁他不注意一把将小猫捞起。不过这只小白猫并没有抗拒小哥的行为，就这样三只小奶猫全部被小哥收入麾下。临走前，小哥还与猫头鹰进行了告别，感谢他对小猫们的照顾。不久后，小哥将它们带回了家里。除了三只小猫之外，小哥此前还收养了许多附近的流浪猫，相信很快几只小猫就能融入这个新的大家庭。万物皆有灵性，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被世间温柔以待。这只小奶狗被一只小猴子缠住了，小猴子紧紧抓住对方，怎么都不肯松手。小狗不断挣扎，试图摆脱粘在身上的小猴子，可对方就像狗皮膏药一样，怎么都甩不掉。这可把小奶狗急坏了。
他使出浑身的力气，还是没能摆脱这只小猴子。原本小狗的体型就不大，这回身下再挂个拖油瓶，现在连走路都费劲了。不过这只小猴子怎么会赖上小狗呢？难不成他是把小狗当成自己的妈妈了吗？原来不久前小狗在家门前发现了这只小猴子，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小猴子趴在冰冷的地面上，看起来十分虚弱，此时它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狗狗看见可怜的小猴子十分着急，它不断地在猴子身边嗅来嗅去，想要帮助这只可怜的小猴子，担心对方会着凉。小狗还依偎在猴子身边，想给它带去一些温暖，可没想到下一秒小猴子一把抓住小狗，突如其来的重量让小狗站起来都有些费力，刚站起来又被猴子的体重给压了下去。看样子它是把小奶狗当成自己的妈妈了。小猴子的举动让小奶狗有些郁闷，明明自己还是个宝宝呢，怎么就莫名当起了猴妈？况且自己也才刚断奶呀。小奶狗心里急得不行，它不停旋转，想要甩掉身上的猴子，可它还是低估了小猴子的抓力，任凭小奶狗怎么弄，猴子就是不肯松手，反而还越抓越紧了，直到小奶狗没了力气都没能摆脱身下的小猴子。此时的小奶狗都快急哭了，它一路连滚带爬来到了狗爸面前，希望老父亲能帮自己解决眼前的麻烦。狗爸看到这番场景也有些蒙圈，怎么小狗宝身下还带着个孩子？难不成自己要当爷爷了吗？小奶狗用可怜的眼神看着狗爸，恳求狗爸能帮助自己。哪知不靠谱的狗爸只顾着自己看热闹，完全没有想上前帮助的打算。此时的小奶狗很是难受，肚子上的毛都快被小猴子抓秃了，它不停地在地上打滚，祈祷小猴子能快点放手。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很久，没办法，小奶狗只好另外寻求帮助。不知过了多久，小奶狗来到一处空地，最后它总算摆脱了小猴子。被小猴子这么一番折腾，小奶狗此时已经累坏了，它躺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虽然摆脱了身上的束缚，可看着孤零零的小猴子，小奶狗还是有些于心不忍。它并没有因此记恨对方，而是默默在一旁守护着它。不久后，一位路人发现了这只可怜的小猴子，并且伸出了援助之手，最后希望它能尽快回到妈妈的怀抱。还记得那两只闯入屋主家中的红隼夫妻吗？去年他们霸占了女主家的阳台，在花盆里做窝生宝宝，没想到今年这对红隼夫妻又回来了。屋主看见他们后也表示欢迎，马上清理了阳台的杂物，留给红隼妈妈进行生产。和上次一样，接下来的时间里，红隼爸爸负责外出狩猎，而红隼妈妈则是留在家里生产。在顺利诞下几枚鸟蛋后，红隼夫妻便开始了轮流交班，一只出去寻找食物时，另外一只就会代替它孵化宝宝。不过这回红隼妈妈可是享福了，一边孵化一边还能吃上屋主给她精心准备的鸡胸肉。有了屋主这个免费饭票，夫妻俩的育儿压力也少了许多。很快几只幼鸟就破壳而出了，刚出生的幼鸟和父母有着很大差异，此时它们的样子看起来有些丑萌，完全没有半点父母的高颜值。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幼鸟们也很快褪去了一身的稚嫩。有了去年的经历，他们深知屋主是位好人，现在两夫妻一边带娃一边享受着屋主送来的美食，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就连红隼爸爸都减少了外出捕猎的次数，好在屋主比较富裕，不然8只小家伙这么吃，恐怕要把它给吃穷了。1个月之后，小红隼逐渐长成了父母的模样，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要离开这里。现在的幼鸟还没有学会飞行，一只小红隼的胆子比较大，直接跳到了窗边，但几十层楼的高度还是把它吓坏了。为了让小红隼能尽快学会飞行，红隼夫妻会在天空给他们进行示范，而小红隼则是扇动着翅膀，学着妈妈的样子练习飞翔。1周后，红隼妈妈最后一次叼回食物，然后便开始停止喂食，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尽早的离开巢穴。小红隼在经过几日的练习后，也慢慢掌握了些技巧。此时屋主也很配合红隼妈妈，不再给他们进行投喂。最后饥饿的小红隼只好壮着胆跳了下去。虽然这些幼鸟们是第一次飞行，但与生俱来的天赋还是让它成功落地了。随后几只幼鸟在妈妈的指引下也都陆续飞离了阳台。3天后，所有的小红隼都已经飞走了。不过此时红隼夫妻却意外飞了回来，他呆呆地望着屋主，像是在感谢2年以来的精心照顾。与屋主告别后，红隼夫妻再一次飞向远方。从那之后，这对红隼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飞回来看望屋主。难不成他是来预定明年的产房吗？为了顺利混上编制，这只老鹰竟然装傻冲浪了2年半，每天训练超过1小时就喊累。不但如此，这家伙刮风下雨不训练，气温太高不出门，就连围观的人多一点他都不干。更让饲养员无语的是，作为翱翔天空的霸主，这只堕落的老鹰居然表示自己恐高不会飞。饲养员说他从未见过这么笨的老鹰，别人家的老鹰都是上9天打架，下午扬捉鱼，随便振翅一飞就是108000里。可自家的老鹰不仅不会飞，就连胆子都比母鸡小。平时周围一有点风吹草动就被吓得满地乱窜，哭着喊着往饲养员怀里钻。没办法，小姐姐只好将老鹰抱在怀里哄着它。好家伙，这到底是老鹰投错了胎，还是母鸡劈错了皮？虽说它长着一副鹰的外表，但行为却表现得机理极其。可即便如此，饲养员依旧每天不厌其烦地训练它飞翔的能力，希望能帮助它早日回归大自然。
小姐姐不断示意老鹰飞到自己的胳膊上来。本以为气势汹汹的老鹰就要腾空飞起，没想到老鹰扑腾了几下，下一秒直接变成了走地鸡。对于这种情况，饲养员已经见怪不怪了，毕竟自己就从来没见它飞起来过。浑水摸鱼一上午后，老鹰回到宿舍洗了个冷水澡，接下来就是午饭的时间。不久后，饲养员为他端来了新鲜的泥鳅。老鹰看着今天的午餐若有所思，心想着自己之前可都是吃牛肉的，今天突然改变伙食，难道自己偷懒混编制的计谋被识破了？机智的老鹰连忙摇头，表示自己不是一只杀生的鹰，对这种小黑子并不感兴趣。饲养员试着将食物送到他面前，老鹰马上装成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宁愿挨饿也不肯去吃地上的泥鳅。小姐姐见状也是心疼的不得了，赶紧跑来安抚受到惊吓的老鹰。然而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这一切竟都是老鹰设计好的阴谋。饲养员告诉我们，这只老鹰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救助人员在野外发现它后便交给了动物园照顾。由于从小被人工饲养，这只老鹰似乎丧失了野性，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只不会飞的鸡。对此，小姐姐也十分愧疚，每天想尽各种办法陪它训练，希望能帮它唤醒与生俱来的野性。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只老鹰变得越来越懒惰，就连性格也和小姑娘一样，动不动就跑到自己怀里撒娇。看着日渐堕落的老鹰，饲养员只好请来金牌驯鹰师帮忙，希望尽快帮助它回归大自然，因为这所动物园根本没有属于老鹰的岛。老鹰看着眼前的陌生人，顿感不妙，马上施展自己的独门绝技。他像往常一样跑到饲养员那里撒娇卖萌，却没想到驯鹰师早已看穿了他的把戏，二话不说抱起他继续训练。但聪明的老鹰并不买账，他知道只要回到心软的小姐姐身边，就可以顺利逃避训练。可驯鹰师并不打算放过他，对他开展了一系列的特殊训练。为了监督老鹰偷懒的行为，驯鹰师还高薪聘请了一位王牌飞行员来为他进行示范。没办法，老鹰只好乖乖地进行训练。此时的老鹰已经顾不上伪装，各种五花八门的项目搞得他头晕目眩，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被累得气喘吁吁。等到中午休息时，气急败坏的老鹰终于露出了本性，对着盆里的小鱼就是一顿宣泄，心想着要不是看这里福利待遇好，自己早就不装了。第二天还没睡醒的老鹰一大早就被驯鹰师扔进了箱子里，接着就把它往100米的山顶送去。还没等老鹰反应过来，驯鹰师直接把它抛了下去。这下老鹰再也没法装了，立刻张开双翅在空中翱翔。第一次飞行的老鹰也没想到，原来自由飞翔的感觉竟是如此美妙。在天空盘旋一圈后，老鹰突然想起了编制的事情，于是他赶紧飞回了饲养员怀中。接着饲养员拿起弓箭射向半空，为了弥补过错，老鹰马上冲上去将箭叼在嘴里。他委屈地看着饲养员，希望他能念在多日的感情上收留自己。饲养员对此也是哭笑不得，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竟然被一只老鹰骗了2年半。不得不说，这只老鹰是懂生活的。大家觉得它像你身边的哪个朋友呢？一只头部受伤的流浪猫，30天竟偷了100块鸡胸肉，然而它自己却一口没吃。只见猫咪快速穿梭在街道上，不久后便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这位保安大叔说，小区里最近出现一只偷鸡胸肉的橘猫，不仅身法矫健，行动速度快，并且作案手法也十分娴熟，一看就是个惯犯。附近的居民也表示，经常会看到猫咪叼着一块比脸还大的鸡胸肉，每天都来回穿梭在小区里，但谁都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偷来的肉。为了查明事情真相，记者小哥决定跟随猫咪一探究竟。很快大家便在街道上发现了猫咪的身影，看见有人跟踪它，显得格外谨慎。只见它快速跳上花坛，接着来到了一户居民楼的院子里。此时一位大姐打开了窗子，随后递出一块鸡胸肉，猫咪马上跑过去将肉叼起，然后转身离开。它高兴地跳下花坛，叼着肉在路上加速奔跑着，似乎急着赶往另一个目的地。可这位大姐和猫咪是什么关系呢？带着强烈的好奇，记者找到了投喂猫咪的户主。大姐告诉我们，猫咪每天都会来讨要食物，起初见它可怜，好心的大姐就投喂一些猫粮给它，但最近一段时间，猫咪吃完饭却怎么也不肯离开，她经常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面对猫咪的行为，大姐很是疑惑，直到有一次拿给她一块鸡胸肉，猫咪才如愿以偿的离去。之后这家伙每天都要来3次以上，虽然不知道猫咪为什么要打包一份食物带走，但好心的大姐每次都会为它提前准备好。可奇怪的是，猫咪最近几天都没有来过。当几天后它再次出现在窗外时，猫咪的身上却多出了几道伤痕，如同往常一样，它还是默默等待着。看到这一幕的大姐连忙上前查看，然而猫咪却意外地躲进了草丛里，眼里充满着深深的恐惧。由于无法靠近猫咪，大姐只好将消炎药磨碎搅拌在食物中，接着将食物端给猫咪，希望它能早日康复起来。吃完饭后，猫咪又像往常一样蹲守在木凳上，看见小家伙可怜的模样，大姐从冰箱中拿出一块鸡胸肉，猫咪小心翼翼地上前叼起肉，随后转身默默跑远了。记者通过不断的走访和询问，最终在一户业主口中得知，原来猫咪脸部的伤是被人打的，
因为他总是每天叼着肉在小区里穿梭，很多人都认为肉是他偷来的，所以便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就连保安大叔也觉得他是一只偷东西的猫，此时想给坏蛋500拳的扣888。可猫咪叼着鸡胸肉究竟要干嘛呢？在一段时间的跟踪和观察后，小哥发现他穿过一片树林，来到了一所公寓的院子里。画面中隐约可见几只小猫。此时记者顿时明白了一切，原来猫妈妈嘴里叼着的鸡胸肉是留给孩子们的，可她自己却从未吃过一口。4只小猫被猫妈妈养育的白白胖胖，即便是身上有伤，她也要为孩子们带回食物。或许这便是母爱的伟大。经过摄影小哥几天的观察，大家发现猫妈妈白天独自出去寻找食物，她从大姐那里讨来鸡胸肉，便马不停蹄地赶回公寓的阳台，确认4周安全之后，猫妈妈便向孩子们发出信号。随后一只小猫从地板下探出了小脑袋，原来为了小猫们的安全，猫妈妈把孩子藏在了院子的地板下面。她每天不辞辛苦地来回奔波在2个小区之间，同时还要躲避着人类的伤害，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哺育自己的孩子。得知真相的大姐马上赶来探望，当看到眼前这一幕时，大姐不由得感动。她没想到猫咪讨要鸡胸肉是为了养育小猫，可以看出猫妈妈将它们照顾得非常好，每只小猫都干干净净，而且十分健康。大姐希望猫咪一家能得到救助，毕竟它身上的伤随时都有感染加重的可能。第2天，救援队匆匆赶来，大家打算通过诱捕的方式进行救援。果然不一会儿，猫妈妈又准时来到了大姐家。尽管她非常小心，但为了盘子里的鸡胸肉，她还是最终走了进去。随着笼门的关闭，猫咪也被成功救援。夜晚时，在工作人员几个小时的努力下，4只小猫也被顺利救援。随后，它们被带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检查。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医生表示猫妈妈的营养严重不足，并且身上的伤也需要治疗。但幸运的是，几只小猫都非常健康。为了养育4个孩子，猫妈妈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宁愿自己辛苦委屈，也要为孩子们创造最好的条件。这或许是每一位母亲内心最深沉的爱。母爱伟大，祝愿天下所有母亲都能平安快乐。我是小奶狗，我们下期再见。一只松鼠拦住了小哥的去路，蹦蹦跳跳来到小哥面前。小哥放下一把松子，示意小松鼠快点吃。小松鼠也没客气，二话不说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看见小松鼠吃得这么陶醉，小哥便不再忍心打扰。几分钟后，小哥一回头，发现这家伙竟然追了上来。小哥瞬间有点慌了，他到底要干嘛呢？小松鼠蹦蹦跳跳地挡在了小哥前面，那呆萌的小表情似乎若有所求的样子。小哥也是懵了，第一次遇见这么胆大的松鼠，无论自己朝哪个方向走，小松鼠就是追着自己不放。没办法，小哥只好停下来暂作休息。只见小松鼠爬上小哥的背包，不断嗅来嗅去，似乎在很认真地寻找着什么东西。小哥猜想这家伙莫不是过来打劫的，于是小哥将全部的松子扔在了地上。果然，小松鼠一看见松子就冲了过去。你这家伙个头不大，还真是贪心啊！看来喂鸽子的计划彻底泡汤了。吃着吃着，小松鼠突然警觉起来。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小哥一跳，原来小松鼠是去把鸽子赶跑。确认4周安全后，小松鼠才跑回来继续品尝美味。小哥告诉松鼠，好东西要懂得分享才对。小松鼠转头看向小哥，沉默不语，眼神中仿佛暗示小哥别多管闲事。接着又继续吃起来。此时觉得小松鼠可爱的扣666。小松鼠一边吃着一边警觉地观察4周，生怕有鸽子过来抢走它的松子。可鸽子似乎并不买账，3番5次地跑来探风，看样子是盯上这袋松子了。小松鼠不由得加快了干饭速度，心里很是担心鸽子会抢走自己的松子。不久后，附近的鸽群越聚越多，小松鼠有些慌了，思考着如何将松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可这么沉，自己明显拿不动啊！没办法，他只能再次出击，试图赶走它们。可鸽子依旧不肯离去，小松鼠赶紧又跑了回来。小哥告诉松鼠，这么多松子你又吃不完，不如分享一下给别人。小松鼠再次看向小哥，咀嚼正香的小嘴顿时停了下来，似乎很担心小哥将松子拿走。小哥摆了摆手，小松鼠这才继续吃起来。附近的鸽子走来走去，让松鼠时不时就得观察周围的情况。小哥也是被松鼠的样子都笑了。几天后，当小哥再次来到丛林，小松鼠从远处快速奔向小哥。小哥拿着榛果示意他上来吃，小松鼠也没客气，直接顺着小哥的大腿就爬了上去。都说松鼠胆子很小，可这家伙怎么一点也不害怕呢？最终，小松鼠如愿以偿地吃到了榛果。小哥告诉松鼠慢点吃，不够这里还有。眼前人和动物相处的一幕多么温馨。从此以后，小哥每周会来探望小松鼠，并且每次都会为它带来礼物。小哥也成为了小松鼠的第一个人类朋友。万物皆有灵性，你的善举也许会带来生活中的意外惊喜。愿每个生命都能被温柔对待。猫头鹰化身成了邮递员，一天要送出上百封的信件，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只为了给宝宝赚奶粉钱。可这天暴雪过后的清晨，站在窗外的猫头鹰嘴里却并没有携带信件，
他究竟要干什么呢？主人打开窗户询问猫兄有何贵干，猫头鹰支支吾吾不好意思开口，憋了半天挤出一句话：现在疫情不让到处乱飞，家里宝宝要吃饭，能不能把去年的邮费给我？主人一听这家伙来要账的，趁他不注意立马关上了窗户，奈卡兹兰的大眼睛一直瞪着主人，似乎在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呢？第二天一大早，猫头鹰又跑来敲窗户，主人打开窗户问道：你又来干嘛？我不记得有欠你邮费。此时身后的猫咪表情绝了，他惊讶地看着一人一鸟对话，今天才知道原来主人能听懂鸟语。猫头鹰一脸严肃地说：我今天特意找来你家猫咪作证，原来去年夏天的时候，猫头鹰叼着一封信来到窗外，主人打开窗户将信件取走后，便直接关上了窗户，可猫头鹰还是紧紧盯着主人，仿佛在暗示你是不是忘了点东西。可主人并未理会，猫头鹰每天准时来送信，每次主人接过信件后都给他吃闭门羹。猫头鹰心里可是10000个不乐意，不付钱也就算了，请我进去喝杯茶也好啊，难怪这家伙零下40度的天气也要来讨账。望着猫头鹰坚定的神情，主人表示最近压力有点大，询问猫头鹰能否做个分期。猫头鹰思索片刻后，想转身问下猫咪的意见，可猫咪转身就跑了，估计是怕回家挨揍。猫头鹰心想，亏他还和我一个姓呢，太没义气了。主人说要不你再回去考虑一下，说着便关上了窗户。猝不及防的举动让猫头鹰有点找不到北，明明是来要账，现在搞得自己像个借钱的一样。几个小时后，猫咪在窗外不断呼唤主人，示意主人快点开门，外面实在太冷了。打开窗户后，猫咪赶紧跑了进来，可转头看向另一边，猫头鹰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主人，这家伙真是出了名的能熬。你觉得最终主人有没有付款呢？